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根本裕幸先生所著的《总是忍不住与他人比较的您：如何与嫉妒心和谐相处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嫉妒是如何产生的；第二，将嫉妒转化为积极力量的3种思维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嫉妒是如何产生的。作者指出，如果我们能够在心理上坦然地承认对他人的羡慕，就能避免嫉妒带来的痛苦。然而，当这种羡慕之情与一些负面情绪混合时，它就可能转变为嫉妒。这些负面情绪包括无价值感、劣等感、愤怒、无力感、恐惧、不信任感、竞争心和占有欲。由于这些情绪通常会被我们压抑，因此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。即使内心存在无价值感，我们也倾向于回避这种感受，最终这些情绪可能会转化为嫉妒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将嫉妒转化为积极力量的3种思维方式。首先是第一种思维方式，治愈嫉妒根源的情感。如前所述，嫉妒通常源于羡慕中掺杂的负面情绪，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，羡慕转变为嫉妒的几率就会降低。第一个要点，发现自己的魅力。当我们陷入嫉妒时，往往会忽视自身的魅力和价值，误以为自己没有任何优点。书中介绍了一种方法来帮助您发现自己的魅力：一、列出您身边的人所具有的魅力；二、列出你所羡慕的人的特点。实际上，这2个问题是通过心理学中的投射原理来帮助您发现自己魅力的方法。投射是一种防卫机制，当我们无法承认自己内在的心理特质时，往往会认为这些特质属于别人。换句话说，您所列出的一些魅力，很可能您自己也拥有，即便您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这些魅力。当您将这个列表展示给家人或朋友时，他们可能会说，你也有这些特点。正如作者所说，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缓解无价值感和劣等感，还能帮助您认可自己的价值，并减少竞争心，使您感到更加轻松。第二个要点，对自己的情感负责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将愤怒不自觉地指向他人，或者因为不愿意面对负面情绪而将责任推卸给别人。但实际上，这些情感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心。要摆脱痛苦的情感，首先需要意识到这些情感是需要自己处理的。即使您不愿面对嫉妒心，试图将责任推给他人或故作坚强，这些情感也不会消失。情感在被承认和接受后才会得到释放，心情也会变得轻松。如果将情感压抑，它们会在心中留存，并在某个时刻再次出现。因此，处理情感，对自己情感负责的决心本身就可以帮助消除嫉妒心。第3个要点，培养情感释放的习惯。为了处理情感，首先要客观地认识到自己拥有什么情感。作者推荐使用笔记本作为工具，在这个笔记本上，您可以随意写下愤怒、悲伤、孤独、不安、嫉妒等情感。写下这些情感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它们，而不是寻找答案或解决方案。当您感到心情有所放松时，就可以停止写作。如果您希望有一种实际的释放感，可以撕掉并丢弃这些写下的页面。心中的情感如果不释放，会不断循环。通过与他人交流或写在笔记本上，情感得以释放，心情也会随之轻松。接下来是第2种思维方式，与嫉妒本身对峙。第1个要点，直面嫉妒。当您意识到自己在嫉妒某人时，不要逃避这一情绪，相反，要试着提出以下的问题：我对对方的什么感到嫉妒？我羡慕对方的哪些方面？我因为什么得不到的东西而感到嫉妒呢？通过这些问题，您可以深入了解到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。此时，重点不在于理智分析，而是倾听内心的真实感受。反复问自己这些问题，将有助于直面嫉妒的情绪，接受所有的情感，并探索这些情感背后的意义。即使某些情感令人不适，也要尽量避免逃避。第2个要点，诚实承认自己的渴望。一旦明确了自己真正的渴望，
就要诚实地面对这些需求。如果此时您感到悲伤或无价值感，可以将这些情感写下来，彻底进行倾诉，然后大声说出你想要的东西。承认自己的欲望可以帮助您平静下来。第3个要点，转化为积极的语言。我们不会渴望那些自己无法获得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您嫉妒的东西实际上是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也可以获得的。虽然在意识层面可能没有完全觉察，但内心深处您是明白的，因此可以大声说出来。嫉妒的情感如果不被面对，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。通过直面嫉妒，了解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，您可以将这些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动力。认识到嫉妒使您发现了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以及自身的魅力和才能，从而利用这些积极的力量来提升自己。接下来是第3种思维方式，培养一个不被嫉妒击败的自我。第1个要点，为何难以真心为他人的幸福感到高兴？嫉妒往往源于自信不足和低自我肯定感，这些情绪会导致无价值感或无力感。拥有较高自我肯定感的人能够建立起坚强的自我中心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不同的个体，因此当同事取得成功时，他们能够真心为对方感到高兴，因为他们明白对方的成功与自己的工作无关。如果您在感到嫉妒时能够这样思考，你会感到轻松许多。增强自信和自我肯定感是培养自我中心的关键一步。第2个要点，即使不完美，也要接纳自己。没办法，这就是现在的我。这是作者在咨询中推荐说的一句话。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消极，但实际上他只是承认当前的自我有些缺陷，并且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善。允许自己的不完美，并接受现在的自己，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接纳方式。对自己说，现在的我就是这样，所以没有问题。通过这样，您可以宽容地对待自己的不足之处。第3个要点，像对待重要朋友一样对待自己。如果您能够对自己说出恶意的话，却不会对重要的人这样说，那么不妨试着将自己视为重要的朋友。进行镜像练习，想象您的面前有一面大镜子。当您看到镜中的自己时，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呢？无论是严厉还是温柔的话，都尽量表达出来，然后感受这些话所带来的情感。镜中的自己是否真的那么糟糕？也许你会发现，实际上您是一个努力生活、值得被爱的个体。对镜中的自己微笑或给予拥抱，表达对自己的关爱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您可以更好地接受自己，认识到尽管有缺点，自己依然值得被爱。第4个要点，他人是他人，我就是我。在朋友、伴侣甚至兄弟姐妹之间，我们都需要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独立的个体，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。建立自我中心就是明确区分自己与他人。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人身上。为了建立自我中心，我们应该时常提醒自己，他人是他人，我就是我。当您感到嫉妒时，试着将自己与他人分开，这样有助于减轻嫉妒感。建立自我中心还可以帮助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能控制的范围，将精力集中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上。嫉妒源于羡慕与负面情感的结合。通过直面这些负面情感并培养自我中心，您可以从嫉妒中解脱出来，发现自己的独特魅力。希望您能尝试这些心态和方法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